那么从北京开始呢，我将一路北上。2015年，我从广西来到北京念书，这一次时隔7年再次回到北京，发现这里变化太大了。在北京街头，我第一次翻看10年前的图片，内心五味杂陈。重回故地，我在北京街头边走边吃，品尝北京最地道的各类小吃。游中国最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走进景山公园，登上望春亭，从北京城制高点俯瞰故宫，感慨北京早已不是10年前我见到的北京。谈谈接下来的旅行计划，为什么我对冬天的东北如此情有独钟？接下来欢迎和我开始北京的历史美食之旅吧。朝我这边举，对，帅哥。北京今天11度但是风比昨天大了好多，风吹起来有点冷，没有被风吹的时候，在太阳底下觉得还特别舒服的。新疆烤包子好久没吃了。2024年的6、7、8月，我在新疆旅行吃了好多的烤包子，回味无穷，现在仍然想念。这里是榴莲烤包子、酸奶烤包子、羊肉烤包子，那新疆只有羊肉烤包子。吃个早餐吧。百年卤煮，北京老字号。驴打滚20元，豌豆黄22元，卤煮火烧38元，老北京爆肚52元。10年前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好像还没吃过卤煮。经过了解，知道它是北京最地道的一个北京小吃，起源于老北京的平民街巷，是用猪腊肠、猪肺、五花肉和豆腐一起炖煮而成的一种杂烩美食。最早源于清代民间，把原本给穷人吃的下水做得香而不腻，重而不稀，慢慢成为了北京民间的一个代表性小吃一碗卤煮，汤味浓重，蒜香扑鼻，是很多老北京人从小到大的味觉记忆。火烧豆腐、肺头、肥肠，这是肺头。肺头卤煮面你看这肥肠烤的已经有一点那个棕红色了肥肠，蒜泥，还有香菜，这个是肺，还有豆腐，这碗40块钱，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已经闻到那个肥肠的特有的味道了。北京卤煮面，百年卤煮，北京老字号，肺片。这嘴裂开了，吃东西都不方便吃。试一下这个肥肠，是挺入味的，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咸，因为现在是从南方越往北越冷，那么越冷的地方，它的口味越重。特别是如果你去到中国最冷的地方根河的时候那边真的好咸好咸的。味道咸度再低一点点就好了。一碗面有半碗这些卤煮这个卤煮面感觉一般吧，40元的话我觉得有点小贵，好奇怪，有时候吃那个肺片我感觉是苦的，我都要吐出来，是什么原因？烟袋斜街，一条老街巷。格格妆造店，
喝豆汁儿，我还没喝过豆汁儿。没喝过这个豆汁。这些老街老巷啊，经过翻修以后，哦，风好大呀！时隔多年，再次坐上北京的公交车。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无卡请投币。这北京公交站是上车刷一次卡，下车再刷一次卡，它是按里程计费的啊。坐了3站啊，收1元钱，好实在。景山公园走一走，禁飞无人机。在其他城市，我出门都带无人机，只有在北京，我出门都不带无人机，因为我知道整个北京全域禁飞的。这个全域禁飞的广告已经贴到青年旅社的公共大厅里面了，可见这个事情很严重。景山公园啊，在故宫以北。中轴线的中心点上，南依故宫，西靠北海，北与鼓楼、钟楼遥遥相望，曾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点。景山是元明清3代的皇宫后院，曾多次更名青山、万岁山、正山、景山等，民间还曾称为梅山。景山公园内古树参天，山峰独秀，殿宇巍峨，牡丹品类繁多。中峰望春田坐落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尽享天时地利。登临其上，可俯瞰故宫全景，一览京城轴线，领略整齐对称的布局神韵，品读气势恢宏的宫廷建筑。这里曾是明清帝后祭祖追思的重要场所，保存着寿皇殿、光德殿、护国忠义庙、祈望楼等古迹文物。我觉得这才是良心的票价，全价票2元啊！如果全国的景区都像北京一样啊，这种便民的惠民的一个收票的方法的话，那整个旅游还能更上一层楼。我已经很久没有说去一个景点游览，它的全价票只需要2元。好看吧？是不是？蓝天为背景啊，然后树枝勾勒出剪影啊，这个黄澄澄的柿子很饱满，上面有一些飞鸟，它已经熟透了，在树上。爬到北京城的制高点啊，俯瞰故宫和中轴线。这棵叫白皮松，也是约110年的树龄。好白，这棵树叫惠柏啊。古树参天，听这松涛。戴口罩不？这风也太大了。看一下北京的天际线啊。那边就是北京高楼最多的地方啊。中国尊，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建成，还在施工中。今天已经成为了北京直通云霄的一个新地标啊！以前其实好多的地方我都逛过，但是没有记忆了。这有时候站都站不稳，这风太大了。哎呦，我的天，吓我一跳！这相机差点被风吹砸到地上了。就有风，我这个衣服就是抗风。相机怎么那么小？小吗？终于上到了北京城的制高点望春亭，建于1750年，亭高18.9米，建筑面积296平方米。
内有金柱12根，外有岩柱20根，三重岩，黄琉璃，绿剪边，展尖顶，弦子彩画。万春亭为景山五方亭之一，位于景山中峰，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最高点。亭内供奉五方佛中的毗卢遮那佛。好，我们就看到故宫啊，现在是逆光，看不清晰。下面的城门是故宫博物馆，应该是下午来哈，晒阳光正好洒在故宫博物馆上。看，哇，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个画面了。方正的一个故宫故局。看中轴线啊，大概2-3公里外就能看到我们刚才游览的鼓楼。这就是新建的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在上集影片，我们聊到北京中轴线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第59个世界遗产，也是当年中国最新的世界遗产。至此，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位居全球第2，仅次于意大利。那么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纵贯老城南北，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和遗址组合体，也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该世界文化遗产从北到南分别有16个建筑，分别是钟鼓楼、万灵桥、景山、故宫、太庙、社稷堂、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天坛、先农堂、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永定门。哎呀，我把我自己在这看。你看你说我背头，你白眼。景山五亭、富览亭、基方亭、万春亭、光妙亭、周赏亭。除了这景山五亭，还有寿皇殿、光德殿、光帝庙。下去，风太大了，站都站不住。这个亭子叫富览亭。是建于1750年。亭内供奉五方佛之一的不空成就佛，佛像20世纪初的战乱中遗失，仅遗存须弥座。刚才从万春亭往南看故宫博物院呢，那么在正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启望楼。现在呢，从景山公园的南门出去，就到了故宫博物馆，在下面也能看到万春亭啊。哇，这好多游客啊！你能看到对面洋洋洒洒的游客群吗？这是北京故宫的角楼，这里东北角。好像不久前去的
应该是大阪城吧。北京城的这个规模还是要更加的气势恢宏一点。环绕在故宫四周的这一条水就是著名的护城河，也叫筒子河。它修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和紫禁城也就是故宫几乎同时诞生，距今呢也有600多年的历史。整条护城河绕故宫一圈大约3.5公里，河面最宽处超过50米，水深且难以轻易跨越。在古代主要用于加强防御，使外敌难以逼近宫墙，再配合高达10米的宫墙，构成了古代北京城中最坚固的防御体系之一。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皇宫还在河里栽种莲藕不仅增加美观呢，也为宫廷提供粮食和花卉。在过去，它是阻挡外敌的水上防线；在今天呢，它成为了映照故宫红墙金瓦的最美风景线，也是游客喜欢打卡的地标之一。在北京故宫东城墙，这边是东华门。好多格格。走走，这个地方开。哪走？差点意思，往前走走。这出来全是办事的。还好看啊，衣服穿的生化的，它这里面太。你有那个啥？哎，来再来一次。重来。对着。哎对。这能出去吗？好了。太实诚了。我他妈是那鸡。哎，小玲，小玲。我他妈是那鸡。是。这咋这么鼓啊？3、2、1。然后你传我视频去哪里？过来来。小孩子找错妈妈了，妈妈说：“嘿，我是你妈妈。”笑死了。这里格格、阿哥、皇子、皇上。OK， 下一张。都在跟故宫的城墙合照。算了，不拍他的了。这还出来了吗？啊，起来干！哎呦我操！那就让他看，走的啊，有没有去看图的？就看都可以，随便他看哪都看。OK， 好，把那个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哎，马上来了。我们这就是东华门啊，进去就是故宫了。
故宫2个字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明清2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始建于明永乐4年，即公元1406年。那么公元1420年完工，经过明清2代多次重修和改建，仍基本保持原来的建筑格局。明清2代的24位皇帝曾在此执政。大家认得出我身后是什么吗？身后就是故宫的午门。那么上一次我来到这里，大概是8、9年前吧。我是2015年来北京求学的，大概是2016年游览的故宫。这风太大了，和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阿树的旅行计划吧。那么看过我前面阿树闯东北46集影片的朋友知道啊，我在2024年的10月跟11月，完完全全的沉浸在东三省以及内蒙古的旅行里面，哇，冰天雪地的，就是让我觉得非常过瘾，非常意犹未尽。但是呢，去年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有一些中国跟朝鲜边境的、中国跟俄罗斯边境的、中国跟蒙古边境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没有来得及探索，所以今年冬天呢，我想再一次的前往东北和内蒙古，去看一看去年没有来得及看的那些地方，所以我非常期待。那么从北京开始呢，我将一路北上，可能会经过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可能还会去到俄罗斯哈。那么我非常期待这一次旅行，所以呢，接下来的旅行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感受中国东北的这一片大地上的一些山川湖海。这风太大了，我怕这个。那么阿树闯东北又重启了。排队的人，我的天啊！现在故宫这么火，要提前1个星期买票，现在买还买不了，白跑一趟。里面是故宫博物馆，需要提前1周订票。午门进去是太和门，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起来了吗？3元全价票1张。当然的。排队进中山公园。因为故宫博物院进不去，所以我临时决定去到旁边的中山公园溜达一圈。中山公园位于天安门的西侧，也就是故宫的南面，它与故宫隔墙相邻，是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古典唐庙园林。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在明朝永乐年间，这里修建了社稷堂，是皇帝祭祀土地和五谷的地方，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以说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祭坛之一。到了清朝，这里依然是皇家专用的祭祀场所，普通百姓是不能进入的。在公元1914年呢，社稷堂改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园，成为北京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公园。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曾在这里举行公祭。为了纪念他，公园在1928年正式改名为中山公园。伟大的革命先贤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邓小平1986年。这个侧柏已经有约1000年的历史了，始于辽代的时候。稍微补充一下，辽代是由契丹族建立的皇朝，统治中国东北和北方呢约218年，那么与中原的5代北宋长期并存，其朝代时间约为公元907年到1125年。这里一排的辽柏，中山公园有612株古树名木，分布在堂墙四周，多为明代初建社稷堂时所植，至今已逾600年。在南堂门外的7株粗壮古柏为辽代遗物，至今已逾1000年，故称辽柏。就是这一排哈，这一排大概有7株，能达到1000年的。这一株也是，这棵树要5、6个人才能合围起来，我觉得
1000年的一个树林，超大的。这个也超大，不愧叫古木参天呀！看到这些上千年的树啊，就内心，这也是约1000年的树林了，辽代侧柏。我的天，这么大树！古往今来啊，这个枯木朽株，被清除是宿命啊。但是有一名植物学家吧，他就通过树下种植藤萝盘绕而上啊，春夏之交藤花怒放，古老的枯柏就这样借助藤萝重新焕发了生机啊！看它上面绕满了藤萝，春夏之交啊，那就百花盛开。这一株就树根没那么粗壮啊，只有570年。你看，你像那根哦，哇塞，超大！宋代石狮啊，据考古学家鉴定为宋代遗物，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中山堂跟社稷堂，社稷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的组成部分，始建于明永乐18年即公元1420年，按照周礼考工记左主右社的营国定制建造，是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封建帝王祭祀社稷神的国家祭坛，社为土神，祭为谷神。社稷坛台为正方形3层青白石砌筑。明清2代皇帝每年农历2月、8月上述日例行在此举行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社稷堂背后是中山堂。建于1420年，是明清2代皇帝祭祀社稷坛、御风雨时行礼之处，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品。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将此殿作为灵堂停灵吊唁，举行公祭。今天成为了纪念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重要场所。哇，风太大了，吹得好冷。围起来维护的格言亭，因为亭内8根石柱刻有古代名言格言，故称格言亭。这好多，我的天啊！中山公园里面有一个这个自发形成了一个相亲角吧，地上有好多，是地上的白纸写着男孩女孩的一个籍贯、身高、学历，然后工作啊。天啊，我第一次来这种城市里面的相亲角，这里应该有一些是相亲者的父母啊，有一些是中介啊，窃窃私语啊，到处是。博导，这里很多人条件很好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家。博士呀，在北京，
有稳定工作啊，有房呀，父母有退休金呀，等等的。好长呀！你看，优秀女孩，88年、89。我的天啊，这么长这个！本科香港，研究生耶鲁，多套房，年收入200到400万，95年的。都在窃窃私语啊！你家是男孩女孩？就该耽误彼此时间了。对，对。大部分是父母啊，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胸前挂着一个白牌子，写着自家儿女的一些信息啊，而且还特别优秀。主要年龄是80后、90后，一些家长会上前询问啊，就是有什么要求啊、性格啊等等的，是双方的父母跟父母为自己的儿女相亲。在中山公园看到一群摄影师追着一名穿着华服的游客拍照，这种景象在国内不少见。一些穿着漂亮女孩呢，享受摄影师们免费的拍照和反图。摄影师们呢也可以不用花钱请模特，就能有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我的指甲，报没有，没给我。犯图了，快点！我有点这样。是啊。你往这边倒一点。来，美女转过来，这边。这美女天生就是很吸睛的哈。往前走，这样回头。对，你往那边走，大概就。好看，对吧？华丽哦，谢谢。好漂亮啊！一会儿把照片都给我。这个松涛声源源不断。这个兰亭八柱亭，这个有诸多的唐代书法家、清朝的模仿的这个兰亭序，都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精品，是以圆明园遗物。1941年运抵公园，正中央的石碑上是兰亭序。哇，这个字迹特别洒脱，美是真的美啊！有点暖暖的阳光，这风太大了。感觉在很多的角度都像一幅画一样，古代宫廷画的感觉。而且这公园里面人比较少啊，好像自己是这个皇室成员来这里休闲的感觉。长廊共284间，始建于1924年，是以1000余幅山水、花鸟、人物故事题材的舒适彩画，曲径通幽的。
这里还要身份证，然后要人脸识别。现在来长安街，安检都比以前更严格啊。这就是长安街了，朋友们，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其实整个北京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国家博物馆，可是现在能预约到的已经是后天的一个预约号了。后天的话感觉有点来不及了，我已经要前往东北了，所以比较可惜啊。我第一次参观国家博物馆的时候，那时候对这种历史啊还没太了解跟感兴趣，随着不断的旅行啊，我对那里的文物啊更加的好奇跟感兴趣。这是前往天安门的第2道安检门了。预约访客。预约访客。他问我有预约，我说没有。现在去天安门广场都要提前预约了。预约访客。看来我太久没来了，都不知道变化这么大。哇，真的是太久没来了。现在进天安门都要去预约了，所以我没有预约就进不去了，好尴尬。以前是不预约的，就你去天安门广场啊，就是过了那个地下通道就到了，根本不用预约的，现在都不一样了。本来想带朋友们看一下天安门广场啊，可是奈何进不去啊。以后来北京我就知道怎么样去提早预约了，包括国家博物馆，包括故宫博物馆，包括天安门广场，这些都要提前几天时间预约的，甚至提前1周时间才能预约到票号所以这一次故宫博物院进不去，国家博物馆进不去，天安门广场进不去。你看好些人也是没有提前预约吧，应该是，然后只能远远的眺望对面的天安门广场，最远就能走到这里了。天安门广场就在那里咯。当时我是骑车从学校一路从通惠桥那边骑到天安门的，然后就很简单就进那个天安门广场了。以前，现在就不一样了。在2026年9月10号，也就是10年前，我骑着这一辆自行车从学校一路往西边骑去天安门，路过一个小区，看到好些的环保工人在摘桃子，我也停下来凑热闹，中午吃个午餐。上集影片分享后，有台湾的观众朋友希望我回母校去看一看。这一次北京呢只停留1个夜晚啊，所以如果下次再路过北京，我和你去看一看我的母校。路过一个广场，我沿着通惠河一直往西骑。通惠河是一条我学校门前的河流，经过一户人家。很多照片背后的心路历程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常常在想，要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拍视频，那就好了。一对好心的夫妇帮我修理自行车，骑到了天安门广场前面留个合照。地安门烤鸭店，来北京怎么能不吃北京烤鸭呢？果木明火原来是这样烤的。你看这个烤鸭一直在滴油啊。这个是半只鸭的量啊，感觉好少啊。白砂糖，黄瓜，好烫的。
吃完这个就要出发东北了，好期待啊！先来点这个。再加一点。北京烤鸭鼎鼎有名，我记得10年前来到北京那会儿，虽然久闻北京烤鸭的大名啊，但是吃过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它的价格并不便宜。这道菜源自明朝宫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从皇室菜走向老百姓餐桌，如今已成为北京的国菜。制作北京烤鸭讲究鸭子品种、烤制工艺和果木炭火，烤出的鸭皮红亮酥脆，吃的时候配上薄饼、葱丝、黄瓜条和甜面酱卷着吃，口感丰富，香气四溢。这个酱是咸甜口味的，带一点点甜味儿。里面有鸭皮、鸭肉、葱丝、黄瓜，卷起来。消费118元，半只鸭，但我感觉好像没怎么吃饱，分量有点小。那个烤鸭的味道是不错的，它有那种油脂的香气，但是就是有点性价比不怎么高啊。毕竟这个地方是鼓楼旅游的地方，好可惜啊，没在团购上下单啊，也就是118元。那么还多了一个宫保鸡丁跟白灼罗马生菜。以及乾隆白菜鸭架汤，我就说我邻桌怎么等于说我没有团购下单，少了前面说的那几道菜，哎，人家118元吃那个一大桌子菜，而我就吃一个这个烤鸭。朋友们，从北京朝阳站出发东北，第一站是辽宁沈阳。这个复兴号应该是中国大众出行最快的陆地交通工具了。经过约4个小时呀，从北京朝阳站来到了东北的第一站沈阳北站。回到东北好像是回到故乡一样，不能这么说，反正就是重回故地哦，就有一种亲切感了。跟我第一次来东北的时候那种比较茫然的忐忑的心情不太一样。北方跟南方真的是截然不同啊！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感觉街道上也好，到处都是人气冷淡了，太冷了。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酒店公寓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矿泉水。哇，真的觉得北方的室内比南方舒服呀，很暖和，就很温暖，因为有地热。这是40层哎，我有点恐高哈。这个房间挺宽敞的，只要我一进来就觉得哇，比外面舒服啊，这里暖和，外面还挺冷的。这是有件干湿分离哈，洗浴的马桶。北方就比较少蹲厕了，马桶居多。这个房间70元啊，还挺舒适的，我看的好评挺高的，果然没有错。感觉有一瓶酒啊，小酌一杯也挺好的，在这个地方要看看夜景啊。哇，清晨的，真美啊！在这剪视频，不经意抬头，发现窗外的夜色，傍晚，你看，
好多巨大的红白相间的烟囱冒出滚滚白烟啊，蓝调时间。看旁边就是沈阳的地标彩塔啊，这个房间还住的挺值的。看白天呢有白天的景色，夜晚有夜晚的景色。来首歌，看一下夜色。我记得去年10月份国庆来的时候啊，这个老世纪一家美食店啊，排队排到门外几十米。去年国庆期间在沈阳我住了几天啊，可以说每天都来这里吃。这鸡汤面是5元1碗哦，天啊，在哪能找那么便宜实惠的？好像服务升级了，我记得去年只有手套，不会给1包纸巾的。1碗鸡汤面5元，大鸡架8元，榨菜1元。汤面，然后酒呢？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我感觉白天永远在排队。我记得去年好像不分大鸡架跟小鸡架的，只分鸡架7元，今年就小鸡架7元，大鸡架8元。凭票取餐，那么你可以跟服务员说你要什么面，1细面、2细面、中条面、皮，6种面可以选。细，啊，1个细。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阿树的影片呢，请帮忙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会支持我拍摄更多的影片。感谢你的收看，下期呢我们将走进沈阳热闹的早市，看看东北早市好不好玩，有什么好吃的。